各位，欢迎您来到1号真相台，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，抵达真相的彼岸。这个海外的这个中文圈啊，一谈到中国，就像一个大型的精神病院的现场。本台有一句名言，叫做反共必脑残。海外的这帮独轮运们啊，要不是脑子有毛病，要不是精神有毛病，大部分两者兼而有之。最近呢，一段短短10几秒的视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流传啊，号称中国大规模的拆毁藏族的寺庙啊，营造出一种重大事件曝光的一个紧张的氛围。先来给大家看看这段视频吧。看重一点，注意别碰到后面柱子。车道慢慢来。好，拉下来放，注意安全，最后点。这段视频是谁放出来的呢？是 Twitter 上的一个著名的轮子摇棍新闻调查。这个新闻调查是谁呢？这家伙是一个轮子的这个精神病的摇棍，他呢是在这个海外造谣中国的三峡大坝年年崩塌起的家。他在油管上也有一个频道啊，这货就说这个年年他得做一段三峡大坝要塌了，一到雨季就是三峡大坝要塌了，竟然在海外吸引了60万的粉丝。那位说这海外的这傻子多吗？还真是。你想想这海外的这个反共的脑残，这基数就比较大。你比如说那台湾的那些犊子们啊，香港的那些那个港族们啊，再加上海外的这帮民运骗子们，是吧？反正加起来基数比较大，你是60万粉丝。那当然了，这60万粉丝大部分都是可能是僵尸粉啊，他这个频道这视频播放也很惨，对吧？啊，也没几个播放量。就这个货，那位说他放出来这段视频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？各位咱仔细看看你就知道这视频真的假，连法新社都看不下去了啊！连法新社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看中国新闻网都出来说了啊。近日，有境外账号利用 AI 制作的所谓中国在西藏拆毁寺庙的虚假画面，就连法新社都看不下去了，发文批驳，视频里满是 AI 合成特有的视觉破绽和逻辑硬伤。网友评论：真把我们当傻子，看不出来是 AI 吗？拆解这段15秒的视频，我们发现里面没有真相，全是 bug。首先，建筑风格货不对版。画面里红墙绿瓦、重檐翘角和藏式寺庙雕房结构、鎏金铜瓦的特征毫不相干，根本不存在这样混搭的寺庙性质。其次，拆除方式违背常理，挖掘机直接从建筑中部硬啃飞檐，完全不符合力学原理。飞檐属于悬挑结构，现实中挖掘机早就侧翻了。再看细节，更是漏洞百出，现场人员制服模糊失真，还近距离站在危险废墟旁。倒地的佛像比例失调，肢体拼接混乱，没有正常雕刻纹理，谁看都是 AI 随机拼凑的零件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段视频本身就犯了事实错误的大忌。依据《中国宗教事务条例》《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依法依规保护所有合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，包括藏传佛教寺庙，绝不会随意拆除合规的民族宗教建筑。法新社用 AI 检测工具对视频进行了分析，结果显示其中极有可能包含由人工智能生成或经过深度伪造的内容。在818发布这条假新闻的境外账号叫着新闻调查的名字，满屏都是信源不明、断章取义的假新闻，刻意带节奏抹黑中国，打着深度内容生产的幌子，为博取流量毫无底线，肆意消解新闻公信力，毫无职业良知可言。其实用 AI 伪造反华内容早已不是个例。
去年10月，法新社就曾公开处刑一则所谓中国拆除清真寺的假视频，查实画面建筑根本不在中国，而是印尼游乐园的违规设施。前不久，日本暗中扶持 AI 反华黑产链条也被曝光，借深度伪造操纵舆论、美化侵略历史，被朝日新闻无情拆穿。AI 本应是服务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工具，如今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变成深度伪造的流量工厂，刻意误导舆论，制造对立恐慌，甚至危害国家安全。讽刺的是，这些所谓的 deepfake 根本经不起细看，而是一眼假，破绽百出。个别境外势力见不得中国各民族团结发展，三番五次搞这种拙劣小动作刷存在感，但国际舆论场的反应已经充分证明，邪不压正，真相永远胜于谎言，歪理谣言终究站不住脚，到头来只能是自取其辱，丢尽脸面的闹剧一场。关键是什么呀？关键是他做的这个玩意儿太粗糙了，朋友们。你仔细看啊，我给你放一段，你看看开头，你仔细看你就知道了，这太容易看出来了。你看这个佛像，这个佛像它这不是灵异现场吗？这佛像它反重力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佛像，你看那铲子和这佛像在哪儿接触了呀？啊，那怎么能把这佛像给勾起来呀？这大型的灵异现场啊，看了吗？好家伙，这简直是破绽百出啊！所以说我不说了吗？海外的这帮傻子们啊，这都是一帮这个偏执性的精神病，这就是一帮，对吧？你这个，网友们看完呢，是纷纷留言说这不是新闻，这是人工智能期末考试不及格的作品， AI 都尽力了，奈何编故事的人不争气啊！建议下一次至少先了解一下建筑长什么样啊！哎呀，这类这个专门制造耸动内容的账号啊，常年依靠断章取义、移花接木甚至 AI 生成的素材吸引流量啊，他们深知啊，真实信息传播需要证据，而虚假信息只需要情绪，因此各种夸张标题、震惊画面层出不穷，试图利用人们的第一反应制造误导啊。不过呢，他们低估了今天网民的辨别能力。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，越来越多人开始了解深度伪造的特征：手指的数量不对，建筑结构异常，光影关系混乱，人物的动作违背常识，这些曾经容易蒙混过关的漏洞，如今反倒成了网友识别假视频的标准答案。这些账号原以为 AI 能成为谣言制造机，结果变成了漏洞放大器啊！这样内容呢，每当被拆穿之后呢，这些轮子的账号选择沉默，既不解释来源，也不回应质疑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啊！回头呢，再继续造谣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，朋友们。就是说海外其实呢，这个中文区的环境啊是太过于恶劣了，而海外的一些媒体平台呢，对于这种谣言呢也是充分的双标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造谣中国的这些谣言，无论多么惊悚，无论看着多么的白痴，他们给你照灯不误，你投诉都没有用啊！但是呢，你就像我们这些啊，坚持给大家传播事件的真相，来分析这个新闻事件背后隐藏的这些真实的逻辑的这些频道，反倒是啊，有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啊，你传播虚假信息，你造谣中南海里边一天3政变，不叫虚假信息，然后你揭穿这些反华的这些拙劣的伎俩，他就告诉你，你违反社区规则了啊，你传播虚假信息。朋友们，没办法呀，这也是一种无奈吧，朋友们。多支持像我这样的在海外的这个
疯人院里边的这种正常的频道吧。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下期再聊。